你以为削铁如泥的七星宝刀是三国最厉害的刀吗？其实它只能排第二。第10，王双大刀。据古今刀剑录记载，该刀是王双在市井中得到的。卖刀人还说，拥有此刀的人会得到荣华富贵，因此王双就佩戴了此刀。而在《三国演义》中说此刀重达60斤左右，其重量仅次于关羽的青龙偃月刀，并且它还是唯一一把在演义中有描述重量的大刀。至于这刀是不是三国时期的刀，还有待考证。而此刀也配得上王双的万夫不当之勇。第9，右平刀。它是周泰所使用的武器，在古今刀剑录中记载，这把刀是孙权在击败曹操后，周泰被封为平鲁将军，高兴之下造出的一把刀，因其字右平，故刀名为右平刀。而周泰是一个极其厉害的猛将，不仅多次在战乱当中救了孙权的命，并且身上受几十处伤还没死，因此还被大家称为打不死的周泰，就连关羽生前都惧他3分。由此可见，右平刀也是非常厉害的。第8，白虎噬日刀。它是蜀汉名将魏延所用的武器，而在当时，除了武圣关羽的青龙偃月刀之外，它是第2名刀，并且它还极其的锋利。至于锋利到什么程度呢？就连冰铁它都可以斩断。不仅如此，该刀刃通体银亮，而刀背的造型是一颗凶狠的虎头，然后刀锋从虎口吐出，前端还有一个太阳状圆形凸起，虎头处专刻着5个红字白虎噬日刀，其造型应该可以吓到很多对手吧。再加上它非常的锋利，因此它是一把非常强的武器。第7，冰铁大刀。它是许褚所使用的武器，虽然我们不知道确切的重量，但是根据许褚的个人情况来看，这柄大刀重量应该不会低于关羽的青龙偃月刀，因为许褚力能拉牛，要是使用的兵器太轻，就不符合许褚的特色了，并且它还是一把大砍刀，如果过于轻的话，就会失去它砍的威力。而许褚和该武器最威风的一次，就是与马超对战的时候，并且还对战了200多个回合，由此可见，该武器是极其厉害的。第6，长柄大刀。它是河北第一猛将颜良所使用的武器，由于《三国演义》对袁绍如何统一河北以及颜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都描述的很少，再加上颜良刚出场的时候就被关羽偷袭一刀砍死，因此颜良和他的长柄大刀根本没有展现机会，就直接消失在了三国的长河中。第5，松纹古定刀。它是孙坚所使用的武器，传闻该刀经过多次的铸造才形成了松纹，因此将其命名为松纹古定刀。而该刀刀面苍劲，纹路纵横，虽然它看起来非常厚重，但是它能吹毛立断，即使与外表十分不符合，但是其锐利异常，并且孙坚还凭借该刀南征北战，不仅使其成为了一方诸侯，还为他打下了东吴的根基。第4，九凤朝阳刀。它是黄忠所使用的武器，其刀头呈圆弧状，刀刃锋利，刀背斜阔，柄下有尊。而该武器是刘备在平定南郡时获得的，之后才给了黄忠，并且黄忠在汉中之战与夏侯军对战时，使用该刀在一日之中连斩数百人，而且刀身没有一点损伤。由此可见，九凤朝阳刀是一把非常厉害的武器。第3，勾镰刀。它是张辽所使用的武器，因为张辽不仅是五子良将之首，还是一名善于统兵的将领，所以这使他的个人勇武经常被掩盖。要是罗贯中再多用一点笔墨，把他的名字上加个什么勾镰刀，也不至于现在这样，甚至他的勾镰刀还可能和关羽的青龙刀成为三国刀类中的双璧。而张辽还使用它立下了非常多的战功，除了他杰出的统兵之战外，最为突出的战绩就是合肥之战，而他不仅能在孙权10万大军中驰骋，并且还把孙权杀得心惊肉跳，由此可见该武器是非常强的。第2，七星宝刀。该宝刀是王允所拥有的，虽说是宝刀，其实也就是一把匕首。传说该刀是由上古神铁锻造而成的，其威力可达到削铁如泥。后来在刺杀董卓的行动中，王允将此刀送给了曹操，并且让他去刺杀董卓，但是在刺杀董卓的时候被董卓给发现了，于是曹操为了保命就将此刀送给了董卓，但是董卓死后此刀就下落不明了。第1，青龙偃月刀。它还被称为冷艳锯，其长9尺5寸，重82斤，而此刀是关羽用千斤冰铁锻造而成的，因为刀身有盘龙吞月的图案，所以就被称其为青龙偃月刀，并且这把刀在关羽手中可谓是战无不胜，甚至还让大家看得目不转睛，温酒斩华雄，斩颜良，诛文丑，过五关斩六将等等。即使在史料记载中，三国时期已经有了刀，但都是环手刀，而它是一种用于劈砍的单刃后背短兵器，甚至它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、杀伤力最强的冷兵器之一。由此可见，将其排在第1，实至名归。